我保研北大，却被曝论文抄袭，举报我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男朋友。他曾经要求我把保研名额让给他，一计不成后，竟然联手学院的女教授诬陷我抄袭，想递补我的保研名额。然而他不知道，我爸是院长啊。真真，能把你的保研名额让给我吗？保研排名出来后，陆庄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这句。今年我们专业一共有8个保研名额，我排在第1，陆庄排在第9。他以1名之差错失保研，便打起了我的主意，让给你。我一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却见他的五官皱在一起，委屈道：凭你的能力，考研肯定能考上，但我就不一定了。这是我离读研最近的一次机会。我在巨大的震惊中冷静下来，提醒他，但这机会本来就跟你没关系啊。陆庄握住我的手，可如果我考不上，咱俩就得异地了，你舍得吗？陆庄恐怕是忘了，他能排名第9，还得多亏我的帮助。在我们学校，比起考试分数，竞赛和论文的加分更加重要。而我在大学前3年参加了很多可以加分的竞赛，挑战杯、数学建模、互联网加大赛，陆庄每次都积极参与，却从不愿出力。担心队友对他意见太大，我每次都是一个人干2、3个人的活，就是为了让陆庄也能跟着拿奖，多加几分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我，他连候补保研的资格都没有。但现在他却全然不提这些，光想凭一张嘴让我牺牲。我一瞬不瞬地看着他，陆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把保研名额让给你，我却没有考上怎么办？他试图蒙混过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是说如果，那就再考呗。他说得很轻巧，实在考不上，我养你也成。你就在家做个轻松的全职主妇，每天照顾我就行。我听得都懵了，你拿什么养我？你自己都还是个学生。他自信满满，等我研究生毕业，肯定就能挣大钱了吗？这之前你先让娘家补贴，供着咱们俩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像是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。我之前以为陆庄只是贪玩懒惰，但心地善良，待我也好。可如今看来，那些好只不过镜花水月。但凡触及利益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我，为他的前途铺路。我冷了神色，既然这么想读研，你怎么不自己考？就算考不上985，第一个档次的总没问题吧？陆庄沉下脸，所以你是不愿意让给我了？谁愿意让？你找谁去？陆庄眼中闪烁着愤恨，仿佛我欠了他天大的恩惠。他歇斯底里地控诉我：赵真真，你太自私了，你只想着你自己，丝毫没有考虑我。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只是不想和你分开，有错吗？我只是希望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，有错吗？我胸中血气上冲，克制着走上前。陆庄，你没错。我温柔抚上他的脸，然后猛地呼了一巴掌，是我眼光出错，选了你这么个渣玩意儿。啪一声脆响，陆庄脸上印出清晰的五指印，猝不及防地往后退。赵真真，你居然打我！这怎么能是打呢？这是我最后一次抚摸你的脸，不过是手重了点。我站定在他面前，从未有过的清醒决绝。我们分手吧，陆庄，你配不上我。陆庄愣住了，估计他完全没想到，从前在他面前乖顺听话的我，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果决。清醒了，也就看透了这个男人过去利用我的种种。说到底，我不过是个给他加分、助他保研的工具而已。我配不上你？你一个没胸没臀的书呆子，当初要不是看你能给我搞加分，你以为我看得上你？陆庄终于露出真实的嘴脸，目眦欲裂，狠狠道：好，赵真真，你不愿意让名额是吧？我会让你后悔的，你等着瞧。我原本以为陆庄最后那句你等着瞧只是一句强撑面子的狠话而已，但没想到他的攻击来得如此迅猛。之前的综合测评结果只是初评，实际上还有最后一门实验课的成绩没出，但这种课只要交了实验报告，分差不会太大，基本不影响结果。可就在分手第2天，这门课的成绩出来了。我登录教务系统一看，只有58分，挂科了。按照我校的规定，只要挂过科，就会失去保研资格。可我分明记得，这门实验课我完成的不错，实验报告也是保质保量，怎么会只有这点分数？把这事儿告诉室友小米，他也觉得奇怪。不对呀，我和倩倩的报告质量感觉不如你的，但我俩都有90多分，是不是漏交了？仔细想了想，确实存在这种可能。我当即前往任课老师裘丹的办公室，想当面找他问个明白。办公室的门关着，隐约传出响动，应该是有人。我敲了敲门，里面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似乎有些慌乱。等了很久，门才从里面打开，但开门的人居然是陆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皱起眉头，再往里看，裘丹老师在办公桌后正襟危坐，衬衣的扣子不合时宜地错位了一颗，空气中还漂浮着一股淡淡的咸腥味。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想，难以抑制地冲进我的大脑。难道陆庄和裘丹老师？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别说我和陆庄前1天才分手，就光看年龄，裘丹老师也足足比陆庄大了16岁。你总算是来了。陆庄的话打断了我的猜想。他见到我似乎毫不意外，甚至咧嘴笑了起来。听说你挂科了？
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昨天直接把保研名额让给我，也不用闹到分手。我警惕地抬起头，是你搞的鬼！陆庄庄无辜，你可别冤枉人，我哪有这么大权力？我懒得再理他，径直走到裘丹老师面前，询问我被挂科的原因。裘老师似乎本就心情不佳，跟我说话也没好气。这门实验课实验报告成绩占70%，但你的报告缺斤少两，很多重要内容都没有。我给你打这个分已经很高了。我瞟了眼一旁幸灾乐祸的陆庄，耐心问裘老师，那请问陆庄这门课的成绩是多少呢？他98分。这就奇怪了。我说每次我写完实验报告后，陆庄都会借走我的报告看一看，就算不全抄也一定有借鉴。为什么他能接近满分，我却挂科呢？裘老师面无表情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挺直腰杆，我怀疑实验报告有漏交的情况。裘老师，我可以看一看自己的报告吗？身后传来一声轻笑。以陆庄对保研的重视程度，这个时候他应该跳出来搅和此事，绝不会让我修改成绩。但很奇怪，陆庄只是抱着胳膊靠在门口，嘴角挂着笃定的笑意，仿佛他早就知道我这么做毫无用处。想看就看吧。裘老师从一沓实验报告里抽出我的报告，扔到我面前。果然，我的实验报告频繁缺页漏页，甚至还有2个实验的报告干脆就没有。我抬起头，正要将情况向裘老师反映，却见他和陆庄正眉来眼去，那神情说不出的妩媚诱惑。裘老师，我轻声喊。他立马收敛神色，不耐烦地看我。还有问题？我屏息静气道。裘老师，这不是我的全部报告，中间一部分被别人撕掉了。裘老师挑眉，这门课的实验报告都是你们一个个交到我手上，我再亲自批改的。你的意思，难道是我给你撕掉的？我看了看义正辞严的他，又看了看得意洋洋的陆庄，心想这事儿说不定真是你撕的。但我面上还是恭敬道，裘老师，那这份报告中间有没有其他人经手，或者是其他人潜入您办公室做的？裘丹老师的脸色更加难看。够了，赵真真，没完成就没完成，别找些乱七八糟的借口。全专业那么多人，如果有人要搞破坏，为什么单单只有你一个人的报告出了问题？像你这种挂科以后找借口的学生我见多了，与其动这些歪心思，不如好好重修。他的态度摆明了不会帮我深究此事。我只得咬咬牙恳求道，裘老师，您看这样好吗？我再补一套完整的实验报告给您，可以吗？裘老师显然不满意，实验都做完了这么久，那些数据你怎么可能记得？我可以重新做一遍实验，重修的时候你再做吧。裘老师一锤定音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不交报告事后再补，那不就乱套了？我还想再开口，但裘老师摆摆手，不愿再和我争辩。陆庄也上来拉我，别闹了，人家老师还要工作，赶紧出去，别碰我。我甩开了陆庄的手，从容站定，不慌不忙地举起手机，我还有证据可以证明我之前完成了全部报告。话音落下，陆庄的脸瞬间变得青灰。这是我和室友的微信聊天记录，我曾经拍了全部实验报告发给他，有发送时间为证。我点开照片向裘丹老师展示，很显然这份报告字迹端正，内容详实，并且发送时间是在提交报告之前。裘老师，这些足够证明我完成了报告吧？请您给我一个公正的分数。我自认为这个要求足够合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裘老师的眉头锁得更紧了。他抬起头，不安地看了陆庄一眼，我心中疑惑更甚。这个时候，他为什么要看陆庄？而眼下，陆庄终于憋不住跳了出来，阴阳怪气道：“赵真真，成绩已经提交给教务系统，怎么可能你说改就改？死了这条心吧？有错误，难道不应该更正？”我挑眉看他，据我所知，在提交成绩24小时内，任课老师都可以在系统内修改。如果超过24小时，只要向教务处提交说明报告，也可以修改。我之所以知道这些，还多亏了我爸。我爸是我们学院的院长，之前我帮他在教务系统内录过好几次成绩，对此有几分了解。只不过我一直信奉低调做人，不希望周围的同学知道我爸的身份，所以一直没有对外说，就连陆庄也不知道我爸是院长。否则他打的主意估计就不是逼我让出名额，而是从我爸那里多要一个名额了。说回现在，我看着裘丹老师，礼貌地问，请问您提交成绩的时间有没有满24小时呢？如果满了，我可以帮您给教务处写说明报告，您看行吗？我面上哀求，心中却是笃定。如今我证据充分，不怕他不改。这件事如果闹到教务处，那就是教学事故，裘老师必然担责。但眼下正是他从副教授申请成为正教授的关键期，他不敢冒险。裘老师又看了陆庄一眼，然后像是下定决心般对我点了点头。行了，看来你确实完成了报告。现在还没超过24小时，我直接给你改了。他打开教务系统，将我的58分改成了85分，不高，但足够了。我松了口气。陆庄却一掌拍在了裘老师的键盘上，你怎么能给他改了？我们不是说好，说什么了？裘老师厉声打断他，这对话明显有猫腻。陆庄似乎也意识到说错了话，
抿着唇不吭声，只余下一双眼恨恨地盯着我，看架势不宜久留。我连忙向裘丹老师告辞，离开了办公室。一路上我都心事重重。陆庄和裘丹老师的关系似乎很不一般，从他俩的反应来看，实验报告出问题，8成是故意而为之。但陆庄想整我也就算了，裘丹老师又为什么要配合？我不由得想起刚进办公室时，空气中那股淡淡的咸腥味。说不定在我和陆庄没分手时，我脑袋上就长满了青青草原，我兀自出神，甚至没注意到一只手从旁边的办公室伸出，把我拎了进去。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已经站在院长办公室里了。真真，好难得呀，你居然主动来看我。我爸搓着手，笑得憨态可掬。他不说我都差点忘了，院长办公室和裘老师的办公室都在同一层楼。我只是路过而已，我小心翼翼地朝门外探了探头，幸好走廊没人，这才关上门，对我爸说：“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别随便让我进你办公室，我怕被同学看到。”我爸有点委屈：“你都读大4了，我都没个正经名分，我也想跟周围人炫耀我有个优秀的女儿。”我笑了，要是炫耀出去，周围人可不会看见我优秀，只会看见我有个当院长的爸。这倒也是，我爸点点头，话锋一转：“对了，我看到你们的综合测评排名了，你保研应该没问题，有没有兴趣读爸爸的研究生啊？”我淡淡道：“我已经联系了北大的一位教授，他承诺只要我顺利拿到保研资格，就会收我。”行吧，北大也挺好。我爸安了神色，片刻后又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睛变得锃亮。那你那个小男朋友呢？我看他还差1名保研，今年工学院可以匀出一个保研名额，要不然我帮他把这个名额拿过来吧。我爸邀功一般的看着我，像一只等待夸奖的大型犬，但我显然满足不了他的期待。不用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实话实话。他说我一个没胸没臀的书呆子，要不是看我可以带他加分，压根就看不上我。他居然敢这么说我女儿！我爸拍桌而起，怒道：“亏我还想帮他争取保研名额，这个研我要是让他保上，算我输。”桌上的茶杯被他拍得晃了晃，差点就掉到地上。我爸扶住茶杯，不忘叮嘱我：“真真，他要是再敢招惹你，你就跟我说，爸爸帮你教训他。”知道啦。我的心情莫名好了起来。正如我爸所说，我靠自己本事拿到的保研名额，担心那么多做什么？更何况我还有个袒护我的爸爸，巴不得找机会替我出头。从院长办公室离开后，我不仅不 emo 了，还决定主动出击，将陆庄的真实面目广而告之。事不宜迟，我当即在朋友圈发了条状态：我和陆庄已于昨日分手，因为他要求我把保研名额让给他，我拒绝了。他告诉我，这3年他跟我在一起，只是想蹭我的竞赛加分，换取保研资格。如今我没了利用价值，2个人也不必有瓜葛。今后我与陆庄再无关系，望周知。先发制人谁不会呢？他撕我报告，我就坏他名声。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不怕审查。果不其然，陆庄看到朋友圈，很快就对我进行电话轰炸。我拒接后，他又给我追发短信：“赵真真，你好歹毒的心肠，居然在朋友圈败坏我的名声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用这种方式，也没办法再引起我的注意。”没引起他注意，那他给我打什么电话？我直接把陆庄的号码拉黑，眼不见为净。没想到陆庄居然是这种人。还要你把保研名额让给他，这得多大的脸啊！室友小米看见我发的朋友圈，替我愤愤不平。倩倩充当预言家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之前真真组队搞竞赛，陆庄硬要加入，结果每次啥也不干，明晃晃就是个吃白食的。小米，那幸亏我们真真早日看清，脱离苦海，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。2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陆庄痛批了一顿。末了，倩倩凑近我，刻意压低声音道：“真真，之前我看你和陆庄感情正好，有件事就没告诉你。”什么事？我来了兴致。话到嘴边，他又有点难为情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可千万别冲动，反正你和陆庄都已经分手了。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更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放心，我抗打击能力很强，你就别给我铺垫了，只说就行。倩倩吞了吞口水，这才开口：“大概半个月前，我在街上看到了陆庄还有裘丹老师，他们俩一起进了一家酒店。”我的表情僵在脸上。倩倩摸出手机，当时我怕自己看错，还偷偷拍了照的，你可以自己看。我接过手机，虽然照片上的男人只拍到侧脸，但仅需一眼，我就立刻认出那必定是陆庄。再看拍照时间，9月16号晚上9点半，这一天是我们的恋爱3周年纪念日，因此我记得格外清楚。当天他在一家餐厅给我准备了烛光晚宴，甜蜜蜜吃完晚餐后，他拒绝了我的散步邀请，告诉我他还想去图书馆上会自习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呀。我仰着脸看他，陆庄宠溺地摸摸我的头，有你在旁边诱惑我，我怎么可能学得进去呢？听话，早点回宿舍休息吧。我压根没往别处想，乖乖回去了。如今看来，陆庄根本没去图书馆，而是去酒店上自习了。还有裘丹副教授悉心辅导，提供1对1的私人陪练。他这上的不是自习，是私教啊。这一瞬我才明白，
怪不得裘丹办公室里有着淡淡的咸腥味，怪不得裘丹要帮陆庄陷害我。我死死盯着手中的照片，照片上陆庄和裘丹手挽着手，笑得开怀。很好，你俩就尽情的笑吧，笑得再大声点，因为很快你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师生恋，你管不管？我把裘丹和陆庄手挽手去酒店的照片洗出来，扔在了我爸桌上。我记得咱们大学对老师的考核标准是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，和学生开房应该算是师德师风问题吧。我爸拿起那张照片仔细看了看，这是我们学院的裘丹老师。我点点头，按他的年龄应该已经结婚了吧。我查过校规，这种情况足够开除处理了。我爸皱了皱眉头，原则上虽然是这样，但如果不是有人举报，学校一般不会主动处理。我又说，你再看看那个男的是谁？我爸戴着眼镜看了半天，愣是没看出来。他问我是谁？我的前男友啊。为了加深我爸印象，我还特意补充说我是个没胸没臀的书呆子，压根看不上我那个。我爸顿时瞳孔地震，什么？裘丹绿到你头上了？绿我没关系，但抢我保研资格就忍不了了。我说，裘丹为了让陆庄递补保研，故意让我挂科，后面我拿出证据才勉强给我改回来。还有这种事？我爸不由陷入深思。不过你说的这2件事都没有足够的证据，照片没拍到男生的正脸，也不能确定2个人去酒店就是开房。至于改成绩那件事，也可以解释为手误，既然已经更正过来了，学校最多罚他年底的绩效。我冲我爸挤挤眼，他们俩行事那么嚣张，只要想抓，还怕找不到证据。我正准备跟我爸讲述我的引蛇出洞之法，手机突然铃声大作，一看是辅导员张导打来的。他打电话来干什么？我示意我爸安静，接通了电话。张导开门见山，赵真真，你的保研资格被取消了。我霎时一惊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接到举报，你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在 CI2 区的那篇论文涉嫌抄袭。我心下一沉，论文抄袭一旦被认定，确实会失去保研资格。我爸见我一脸严肃，用口型问我怎么了。我索性点开免提，让我爸和我一起听。我告诉张导，那篇论文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，绝对不可能抄袭。张导从鼻腔里吃了一声，赵真真，原作者亲自举报你抄袭，你就别狡辩了。我眉心一跳，明明有种预感涌了上来。你说的原作者是谁？张导反问，你抄袭了谁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当然是我们学校的副教授裘丹老师。裘丹，又是裘丹，他当真是心疼陆庄，居然为了他2次编造谎言污蔑我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一回他撞到了枪口上。原本我还琢磨着用什么方法引蛇出洞，结果现在倒好，不用引了，他们自己迫不及待送上门了。我见我爸一脸义愤填膺，似乎准备开口和张导理论，连忙示意他别着急。我试探张导的反应，故意愤然开口，他说我抄袭，我就一定抄了吗？我还说他抄我的呢。电话那头，张导发出极轻蔑的一笑。赵真真，你说你抄的时候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一个是即将升为教授的老师，一个是本科还没毕业的学生，谁抄谁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我看了一眼我爸火冒三丈的神情，丝毫不虚，对张导说，裘丹老师既然说论文是他写的，那不如让我们当面对质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张导嗤笑一声，你这嘴真是硬得很。行，那就让你当面和裘老师认错吧。我赶到裘丹的办公室时，张导和裘丹已经坐在沙发上等我。我让我爸先不要出现，只接通电话，让他在那头听着。和张导的冷嘲热讽不一样，裘丹倒扮起了苦口婆心的好老师角色。赵真真，你毕竟是学生，一时被贪心蒙蔽，其实可以理解。你抄袭论文的事一旦上报到学院，不光保研资格没了，还会受到处分。按照校规，至少是记过，严重的还可能开除。你不想连学位证都拿不到吧？我呢，其实没那么在乎一篇2区的论文，也不忍心让你落到那种境地。可你凭借抄袭拿到的加分，会挤压其他学生的保研机会。这样，只要你主动放弃保研资格，我就答应你，不把这件事上报到学院，起码能让你顺利毕业。我算是听明白了。绕来绕去，中心思想就一个，让我放弃保研资格。他为了陆庄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我忍着一口气，裘老师，论文是我发表的，你说你才是原创，总得有证据吧？裘丹神色不变，证据我已经交给你们张导了。一旁的张导连忙附和道，没错，裘老师提供了那篇论文所有的原始数据。他说着，还拿出笔记本电脑向我展示原始数据文件，而且这份文件和我的一模一样。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这些数据是从哪儿来的。陆庄经常用我的电脑拷贝资料，有无数次可以下手的机会。赵真真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张导一脸看笑话似的看着我。我摊手，这算什么证据？这一份原始数据我也有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裘老师是抄我的？就算你有，那也是从裘老师这里偷偷拷贝过去的。张导明显偏心，眼偏到毫无底线，一副要给我落实罪名的嘴脸。你一个本科生，没有教授指导，怎么可能在3.2区上发论文？
就算不说你的学术能力，光是跑数据要用的机器就大几万，你能负担得起吗？裘老师也是为你好，你主动放弃保研，起码不影响你毕业。他究竟是为谁好？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。我揣着手看张导，张导，我很好奇，裘老师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才让你这么不分黑白的帮他说话？我记得你想申博士，好几篇论文都是跟裘老师合作的，不会都是花钱挂名吧？张导瞬间脸色铁青，一副被戳中要害的样子。不等他回应，我又转向一旁的裘丹。裘老师，我也很好奇，陆庄是有多大的魅力，才让你宁愿违背师德，编出这种谎言？裘丹像被踩着了尾巴，突然惊起，恶狠狠地威胁我：你这个学生，冥顽不灵！既然这样，这事儿就上报学院吧。张导也是一副跳脚的样子。对，今天就上报。我倒要看看学院会相信谁。的确，当一个副教授和一个普通学生都声称自己是原作者时，所有人都会天然相信学识更深的副教授说的才是真话。但可惜，我不是一个普通学生，不会任他们宰割。我拿起手机，对电话那头说：爸，可以过来了。听到我叫了家长过来，裘丹不由得开始冷嘲热讽：叫你爸来没用，这事儿我们铁定会往学院上报，除非你现在放弃。他话没说完，我爸推门进来了。裘丹急忙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舌头打了个结：赵院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爸愠怒的目光扫视着裘丹和张导，不是说要把我闺女的事儿上报学院吗？报吧，我听着。您的闺女，裘丹变得结巴了起来，是赵真真。我爸浑身散发着威严的气场，不然呢？裘丹和张导对视一眼，目光中是显而易见的惶恐。这我们之前怎么不知道呢？张导小心翼翼地陪笑。我爸不轻不重地瞥了他一眼，知道还是不知道，有区别吗？反正都是秉公办理。话题扯远了，说回来，刚刚你们讨论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我闺女一个本科生，跑数据要用的机器就大几万，能不能负担得起？不好意思，我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跑数据的机器还是有10几台的。裘丹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是，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我爸冷眉一横，误会？什么误会？论文究竟是不是自己写的？裘丹，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刚刚那么信誓旦旦地说我闺女抄了你的论文，现在怎么又变成误会了？裘丹的额头层层冒出冷汗，尴尬地说不出话。我爸冷笑一声：你打的算盘，我清楚得很。不就是觉得你学历更高，还是个副教授，所有人都会站在你这边吗？但是我闺女的实验是我看着她做出来的，论文也是我看着她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，不是谁帽子更高，谁的话就是真的。张导见局势有变，立马撇清关系：赵院长，您教训的对，之前是我没弄清楚情况，轻易相信了裘老师的话，我应该更全面的了解情况，再来处理问题。张导只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，我爸懒得跟他多纠缠，只是说你先出去吧，你跟裘丹合作的那几篇论文，学院之后会进行详细调查。如果真的存在花钱挂名的行为，再对你进行处理。张导诚惶诚恐地离开了，我爸的目光又转向裘丹：至于你，说说吧，为什么要诬陷我闺女？裘丹支支吾吾，犹豫着，纠结着，似乎不知如何开口。别藏了，你和陆庄的事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我直接把他和陆庄去酒店的照片甩出来，虚张声势。这只是其中一张照片，如果你再不说，其他的照片我就直接挂到网上去。不要！裘丹立刻激动起来，当真以为我手上还有其他证据。他被逼到家角，只得一五一十的交代：赵院长，我也是被迫无奈啊，我不小心着了这个学生的道，他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帮他，就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。我是个大学老师，这种事传出去，不光我的家毁了，工作也没了，国内再也没有任何高校会接收我。他这话倒是有几分可信。如今高校重视师德师风，一旦因此被开除，其他高校也会将其拒之门外。只不过以往通常是男老师和女学生，他和陆庄却是反了过来。我爸露出失望至极的表情：裘丹，当初你进校是我亲自面试的你，没想到你居然会为了让某个学生保研，不惜污蔑别人，这不一样是师德败坏吗？我爸刻意加重了师德败坏4个字，听得裘丹一阵发颤。他大概知道这次恐怕不能善了，一咬牙横下心道：是我错了，我太害怕事情被捅出去了。赵院长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主动辞职离开学院，只求您不要公开我和那个学生的事，给我留条生路吧。我还想继续在高校圈子里待着，这样也能保住学校和学院的声誉，可以吗？我爸犹豫了一会儿，询问的目光转向我。我清楚他犹豫的原因，他是院长，必须要顾及学院的名誉。如果爆出这种丑闻，学校在绩效考核上肯定对学院有所惩罚。裘丹主动辞职是将影响最小化的做法。我倒也不想给我爸增加负担，想了想，开口道：我觉得这个法子也还行，但有个前提。裘丹立刻问：什么前提？我在我爸的默许下开口道：陆庄既然能为了保研威胁你，以前应该也没少干缺德事，他还做过什么？说说看。裘丹咬住下唇，有些犹豫。他再次向我爸求证：
赵院长，我说了，你们就不会公开我和学生的事。我爸给了肯定的回复，可以。裘丹放心了，这才把陆庄的黑料抖出来。他做过弊，那堂考试是我监考。他把内容用最小号字体打印出来，直接抄在卷子上。你们要是查监控，可以查出来。好家伙，他连作弊都干过。不过到这份上，我也没有太过惊讶，只是感慨陆庄的演技是有多好，才能一边烂在根里，一边又在我面前装作好好先生。我爸也忍不住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，看看你找的是个什么破烂玩意儿。我摸了摸鼻子，有点尴尬。裘丹又交代了那场考试的具体时间和教室，对我们说，如果你们要罚他，能不能等我辞职以后再罚？我怕他为了报复，把我们之间的事捅出来。我爸也不想给学院增加丑闻，点头道，可以。但没想到，还没等我们对陆庄出手，他又开始作妖了。快看，行政楼上有个男生要跳楼。跳楼？为什么呀？他说自己被学院的一个女老师玩弄了感情，那个女老师有家庭的。哈哈，一般不都是男老师欺骗女学生吗？他这是什么鬼？对呀，他还要找学校讨一个说法，不然就要跳楼。咦，那不是陆庄吗？我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真真分手来着，怎么转眼又被女老师玩弄了？讨论声不绝于耳，附近的学生都聚集在行政楼下，看着高高站在天台的男生，而那个男生正是陆庄。他得知论文抄袭一事没能挤掉我的保研名额，便又想出了新招。这大概是从前段时间这大小仙女的新闻中得到的灵感。小仙女为了得到保研名额，一哭二闹三跳楼，最后这大还真妥协了，给她了一个直播名额。陆庄便如法炮制，登上天台，想逼学校也多给她一个名额。跳楼一事惊动了校领导，他们赶到天台劝阻陆庄，同学，生命只有一次，你不要冲动，你反映的事情学校一定会彻查的。然而陆庄要的根本不是彻查，而是保研。他和校领导交涉，如果想息事宁人，就多给他一个保研名额。校领导犯了难，但还是先稳住陆庄。这件事我们需要开会讨论，同学你先下来，等有结果了，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你。陆庄威胁道，如果不给我保研，这事儿就没完。学校也不想这种丑闻闹得全国皆知吧。我旁观着这一切，心中隐隐担忧。有这大小仙女的例子在前，难保学校不会妥协。但学校不就是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吗？那我干脆就提前把事情闹大，让学校不能息事宁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陆庄得逞。陆庄还在天台上表演，我在楼下拿起手机一通操作。我在学校论坛上发了个帖子，名为跳楼男学生为了保研勾引女副教授，试图抢走前女友保研名额。在帖子里，我详细叙述了陆庄为了保研做出的龌龊事，包括他联合裘丹让我挂科，诬陷我论文抄袭的事。反正陆庄已经主动把他和裘丹的事爆了出来，如今我再说，也不算违背对裘丹的承诺。末了，我还附上了图片和视频。图片是前几天我发的朋友圈，指明陆庄曾经要求我把保研名额让给他。视频是考试的监控录像，清晰记录下陆庄的作弊过程。哪怕仅凭作弊这一点，都足以让陆庄失去保研资格。帖子立刻在论坛引起了轰动，回复楼层迅速盖高。我靠，这哥们真豁得出去啊！为了保研线申女副教授，最后还倒打一耙。他怎么好意思说女副教授玩弄了他的感情？明明是他利用别人。呵，还想跳楼效仿这大小仙女保研？这种人要是能保研，我就不相信咱们学校了。提高学生的学历之前，得先提高学生的素质啊！赞同。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学校不光不能保研，还得狠狠处分。不然所有人都去跳楼，看学校到时候怎么办？我满意的看着论坛里大家的反应，绝大多数人还是三观正，一边倒指责陆庄道德败坏。还有不少学生将帖子搬运到了微博、抖音、快手，陆庄做的事正被越来越多人知晓。我倒要看看，当全国网友都要求给陆庄处分时，学校要怎么收场。那一边，校领导好不容易把陆庄劝下天台，承诺学校会马上组织会议，郑重考虑陆庄的要求。结果转过头就看见了热火朝天的舆论。这下会议的主题直接改了，从讨论能不能让陆庄保研，改成讨论给陆庄什么处分。这一波不平息众怒，难以维护学校的形象啊！最后，根据陆庄的作弊和诬陷情节，学校给予了他记大过处分。处分要1年以后才可能消除，但如今已经是大学的最后1年，陆庄怕是只能背着处分一辈子了。他当然也没有再爬到天台跳一次楼，背着处分不可能保研，就算再演一次戏也毫无意义。无意义的是，陆庄这种势利眼是不会去做的。但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我爸是院长，跑到我宿舍楼下围堵声讨我。赵真真，你真是好狠的心！你爸是院长这事儿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当初只要你求他，他一定有办法让我保研，你为什么不主动帮我？我再次被他的厚颜无耻震惊了。我爸是院长不假，但权力不是拿来滥用的。你自己没有保研的本事，还怪别人。陆庄里不知气也壮，但你明明有能力帮我的。你帮自己的男朋友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
这样吧，只要你找你爸给我撤销处分，再给我保个研，我就原谅你，同意跟你复合。我气得都笑了，点点头，嘲讽地看着他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有这个能力，凭我的能力，肯定能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。没问题吧？陆庄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。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你从前都是很听话的，变了吗？没有吧？从前我被你拿捏，只是因为我喜欢你。离了我的喜欢，你什么也不是。我轻巧地弹了弹手指，像是突然想起来一般，告诉了陆庄一个让他更加懊悔的事实。啊，对了，说起来，今年工学院可以匀出一个保研名额，我爸还问过我，要不要帮你这个名额争取过来。可惜那时候你已经和裘丹双宿双飞了，工学院便把这个名额给了物理学院。什么？陆庄踉跄一下，几乎站立不稳。这种即将拥有却错失的遗憾，比从未得到更加折磨人。陆庄啊，你就陷在自己的懊悔里吧。未来的日子，愿你每每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都痛苦无比。我不再多说，转身离开，徒留陆庄蹲在原地，懊恼地抱着自己的头，久久难以起身。裘丹最后没能辞职，而是被学校开除了。她和陆庄的事终究还是被陆庄捅了出来，闹得全网皆知。不光和丈夫离了婚，今后再想进高校，怕是也难了。张导也受了处分，他和裘丹之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都被查了出来，显示张导曾经花钱请裘丹帮忙写论文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。陆庄被记了大过，毕业时拿不到学位证，未来找工作也是诸多受限。如今他走在学校，身边都是指指点点的声音，过去的狐朋狗友都离他远去。整场闹剧终于落下帷幕。我爸问我，珍珍，他们都得到了惩罚，你也顺利保研了，现在觉得开心了一些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没有开心或者不开心。这3个人根本不值得影响我的心情。对我来说，当下最要紧的事就是狂读文献，为我的北大研究生生涯做准备。读研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未来的路或许荆棘遍地，或许繁花盛开，但都需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说不定在前行的路上，我还会遇见属于自己的爱情。我依然坚信，爱情和前途并不冲突，对的人会站在我的前途里，我们双向奔赴，共赴前程，那才是真正值得我期待和坚守的感情。而在这段感情到来之前，我会努力发光，等待它，有天迎着光而来。